大家好，欢迎收看《柏林不一样》，我是 Elvis。我们现在在德勒斯登的新城区，竟然让我发现了一间台湾小吃餐厅哎！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菜单啊，满满的台湾味，好像是夜市的大总会。现在赶快进去看一下，他们都在卖什么吃的。我一进来超级饿，看到2个东西必点，我在台湾夜市啊绝对会吃，就是臭豆腐还有葱油饼。你看，滑掉了，看起来也像是台湾臭豆腐的本人。不过它跟台湾不一样的是，它这边没有发酵的臭豆腐，所以它是用普通的豆腐，可是用炸臭豆腐的方法去炸，看起来跟台湾的臭豆腐一模一样，鲜嫩多汁哎，这豆腐。我觉得它的口味真的很适合在这边生存因为台湾臭豆腐呢，真的是票选10大就是地狱美食，对外国人来说。可是它这个臭豆腐啊，完全没有那个，因为它除掉了臭的那个成分，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外国友人来这边吃这个啊，可以推荐他们吃。对，它就变炸豆腐，就是口感跟臭豆腐一模一样，可是没有那个臭味。对，做的非常非常道地，它有台式泡菜，然后配豆瓣酱，标准配备标配我现在来吃看它的泡菜。我以前吃臭豆腐啊，我最喜欢点的就是泡菜，而且有时候那些臭豆腐的摊位啊，老板都会问你说要不要加5块，会多一份泡菜。那你就加5块真的就是臭豆腐摊的泡菜，超级好吃这个泡菜酸酸甜甜的。那王美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葱油饼？王美还在吃臭豆腐，王美还在吃臭豆腐，可是王美的老公已经进化到葱油饼了。哇，看起来好厚来吃看。它这个酱感觉像是北京烤鸭那种酱，甜面酱，我知道，好 Q 哦，非常非常的 Q。而且它这个还有加蛋，就是你可以选择加蛋或不加蛋。葱油饼加蛋，有一种台湾早餐店的感觉。然后我们配台湾早餐店的红茶。它真的是甜面酱。对不对？就像北京烤鸭那种很特别的搭配，甜面酱，怎么办？我觉得它的味道每一道都很像回到台湾我真的在减肥，然后我觉得我这一些东西吃完我还会继续再点所以减肥就是明天了。好好吃哦！来吃咸酥鸡哦。我已经闻到咸酥鸡那特有的味道，它就有胡椒，还有一个油的味道。而且我有看到它有加9层塔下去炸，好好吃，老师，这真的是回到台湾夜市。我要是住在德勒斯登，我可以每天来吃这个，就是每天晚上要看 Netflix 之前，我就来点一份这个，这样我可能会胖30公斤。就像我妹一样啊，她以前国小的时候，每天回家都带一份豆乳鸡，然后我妈就发火，我妈就说：“你别只给我买豆乳鸡。”这真的很刷嘴而且看起来非常的道地台湾夜市的味道，而且你一口接一口太好吃了这个，我跟你讲。那它鸡肉是有腌过还是怎么样？鸡肉有腌过啊，我知道其实有蒜头的味道，椒盐很多，它都这么小块，然后就很酥脆啊。咸酥鸡真的是台湾之王外国人很喜欢吃。我们上次去台东的时候，有一摊咸酥鸡，那很多外国人就排队在买咸酥鸡。因为它就是台湾票选美食的第1名啊！真的吗？就我给它第1名，目前为止第1名。目前为止我有肉的。牛肉面，哇，牛肉面来了！这真的是素的吗？看起来超级像荤的牛肉面其实这种牛肉面啊，最厉害的通常是汤头跟面本身。那刚刚问了一下老板，老板说他们的面是手工面。这个年头要找手工面也是不容易啊，还在这个异乡，所以我先来吃吃看它的面。看到，好烫哦！我的天哪，不要烫到。我这人是不怕烫，很烫，非常烫，好大一碗。
非常的 Q， 而且除了 Q 以外呢，其实很多人在吃面的时候会很害怕面是面，汤是汤，但是它的面条呢，真是充满了汤的味道，吸得满满的，但是吃起来又不会整个面是软烂的，一样是有 Q 劲。你在吃面条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汤头的味道。完全吃不出来这个是素的，就它这味道做的非常非常棒。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经典的白萝卜，我最喜欢吃白萝卜了，尤其是这种是炖的烂烂的。那你要试试看我的素牛肉面吗？哦，好啊，什么你都想要吃？我当然我想吃这个，那看可以先拿给我的，不要在那边好，偷我自己来。我看应该是很像肉，那个是面梯。就我觉得它的料还蛮丰富的，因为它里面有白萝卜，然后番茄、面梯，还有高丽菜。那不叫面梯，那叫面筋。这是酸菜吗？对，那酸菜。真的是原汁原味，把红烧牛肉面的感觉完全带到这个素红烧牛肉面里面去。汤头很好，对不对？就很像正常牛肉面的汤头，是不是？如果今天骗你的跟你说这是牛肉汤面，你会不会相信？会。那你也是很好骗哦。面超好吃，超 Q，而且它的分量真的是没有在手软。对，这个也太大一碗了吧。卤肉饭我也是高手，我是素卤肉饭。素卤肉饭高手。每个人来我们家吃我做的素卤肉饭，都跟我要 recipe， 然后都问我怎么做。那你要不要来挑战看看？我可以看看他们卤肉饭，对，因为毕竟我也是在朋友圈知名的卤肉饭高手。怎么样？现在两个人都是卤肉饭大。对，我们现在跟老板 PK 这样。好，那我们就来点一份他的卤肉饭。好。那我现在吃吃看卤肉饭哦，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那一块那叫什么去了？其实这是里面最特别的，这叫做腌白萝卜。这就是在台湾这种卤肉饭店就会有这样一片，但在那边很少见。啊，吃看这卤肉饭，卤肉饭就是要这样拿筷子这样一直戳，给它戳完以后这样扒饭。这就跟咖喱饭是一样的道理啊！你知道有的人咖喱饭他就要分开吃，所以卤肉饭也是一样。没有啦，卤肉饭都一起吃的。那吃素的不要乱下指导棋。好好吃哦，好爽哦，味道很道地。好爽哦！我可能多久没吃卤肉饭？至少2年，从疫情以来没回台湾，我就没有吃过卤肉饭。这2年你吃的都是素食版，对，我都吃素卤肉饭，因为我老公吃素，所以我卤肉饭都是素食版。它这个有点改良过，因为毕竟台湾卤肉饭你也知道，很多女生就不敢吃卤肉饭，因为很多五花肉，很多肥肉，所以呢，它在这边改良版就是它吃的味道是一样。它是口感是比较健康的，因为老板除了五花肉以外，他还有用瘦的绞肉进去，所以它整个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油腻。就是说你吃到真正的肉味，它其实对外国人来讲的话，接受度也比较高，不会说看到都是肥油。可是我本身的话，我是不介意那个肥油的。我现在大口扒饭了，还有油豆腐。哇，鲜嫩多汁的油豆腐，油豆腐太好吃了。你刚刚一挤出来就哇，汁都炸出来。其实我觉得它这边比台湾有的地方油豆腐还好吃。油豆腐它卤的时间很重要，有了油豆腐它只有外面有味道，可是里面是白白的。可是你看，你刚才那个汁跑出来你就知道，它这其实卤过一段时间。其实呢，我也是卤蛋打的，什么都打，我什么都打的。到底你也是牛肉面专家？对。我是牛肉面专家，我也是卤肉饭专家，我也是卤蛋达人。只是我没有办法开餐厅，因为我动作太慢。对，我如果开餐厅的话，客人可能会饿死，然后我会生气。对，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早餐店老板跟老板娘在吵架？我可能就在前面一直骂说喝呗，他骗你啦，你就会被我逼疯。所以我还是在家自己厉害给自己吃就好。你还是乖乖吃我煮的素卤肉饭。好，我来吃吃看它卤蛋，好吃，有入味又不会太咸。而且它味道真的很香耶，因为我坐在你这个距离啊，我都闻到那个蛋香味，我都流口水。你的口水了？对啊，吃素的都开荤了，这味道。你可以试试看我的笋丝啦，我分给你。真是谢谢你哦，好大方哦。我很大方。等一下你就不要跟我要吃的，来吃吃看。
这味道真的是老板娘自己做的吗？因为这个吃起来就很像去那个小李子青州小菜里面一模一样的味道啊，也是那种就是稀饭罐头里面酱菜类有没有？老呀给那边夹菜，那味道一模一样啊！我很难想象这东西在这边可以做出来哎，完蛋了，我有受到挑战。那现在还吃得下吗？那一碗牛肉面那么大碗，我还有一份葱油饼，还有个炸豆腐，我已经完全吃不下。所以你被 KO 了。对，我今天的台湾味之旅就这礼拜的。对，好。那你还吃得下吗？我还吃得下，你还吃得下？我肚子吃得下，我肚子快爆炸了，可是我眼睛还吃得下。我看到每个我都想点。我刚才又不小心看到大肠面线。啊？大肠面线。哇！面线，我看到这个很感动。我知道有柴鱼的味道，老板有柴鱼对不对？我很厉害，我吃出来了。哦，我知道大肠了，它真的就是很好吃。可是外国人的话，敢不敢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外国人其实可以点，就是没有大肠的大肠面线。有啊，台湾都有这种客制化。老板，我要大肠面线，不要加大肠。或老板，我要蚵仔煎，不要加鹅啊。而且里面还有乌醋，而且是公盐乌醋，不会是别的乌醋。我刚才破功了，我刚才跟老板拍胸脯保证，他一定有加公盐乌醋。老板就跟我说没有，所以我破功了。老板说，因为这边公盐乌醋很难买，所以呢，他们是买公盐白醋，然后自己调成那种公盐乌醋的味道。它的羹的那个口感也跟台湾的很像，就是稠稠的这种面线羹。这种其实就不适合拿汤匙吃的，这种其实人家小时候都是直接这样拿起来喝的。那你知道西门町其实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大肠面线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是从小在万华长大吗？万华什么都很有名，万华什么都好吃。万华没有这种特别好吃，就全部都好吃。在我这个南部人面前，你说万华的东西好吃？我跟你讲，万华是台湾小吃的起源，这是万华人会跟你说的。当然可能高雄人会跟你说台湾小吃是高雄起源，这都是骗人的。其实Banga 就是台湾的美食文化摇篮。拜托，多到中南部走一走好不好？那个才叫真正的小吃。不是你们中南部那是打翻糖的小吃，就是呢什么呢就把肠这样塞丢进去就好吃了。所以请问你们很好，你们胃口很好。想要跟我们站南北是不是？对，我们可以站南北。想想看，你等一下回家躺在谁旁边啊？其实高雄的小吃也不错，就比万华差一点点而已啦。在我旁边这位美丽的大美女，就是我们台湾 Tapas 的老板娘 Natasha。你好，你好，我很好奇，就是说怎么会想要在德勒斯登开一间台湾餐厅？因为我就嫁给一个德国人，来这边之后最想念的就是台湾小吃，什么餐厅的大餐什么我都没有特别想念，就是台湾小吃特别想念。然后我这么多年来就不断的研发出跟台湾一样味道的东西，我就很想说也分享给大家。因为刚刚我吃的每一道菜都真的像是台湾原装进口，感觉是在胡林低来的。从夜市整个地来，是。我从每个东西的选材，例如说豆腐呢，炸豆腐不是所有的豆腐炸都会是一样的口感，因为我想要做出来跟我们台湾的那个臭豆腐一样味道的东西。可是当然，臭豆腐如果一做出来，可能卫生局先来跟我说不行，这个不能卖。对。那当然我就做了一种豆腐，然后就是那个口感、味道要跟台湾一模一样的东西，除了没有臭之外，我试了10几种豆腐，好不容易找到一种豆腐可以做出这个味道来。所以你在这边亚超挑了10几种的豆腐，每一种都去做，哇！对，大家再来试试看。就例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些像不管大肠面线啊，或是鱿鱼羹面啊，这是我们很当地的食物，在这边是绝对吃不到。那我呢就会很好奇的去想说，我把这个加那个，我想想看那个味道，这个加那个，然后再做出来，就做出来给大家吃到。像你今天有吃到那个大肠面线，是不是就是台湾的味道？对，就是。对，然后鱿鱼羹我也是用手工自己。当初我本来想要做肉羹，然后那个肉羹真的是不断敲打几百次，好不容易做出那个羹来。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太费工了，所以我只有做了鱿鱼羹，就是走一个说折中的那个。对。而且我刚刚有吃那个葱油饼，听说是您本人每天去和面。
对，当然我们每天要和面，然后那个因为做起来很复杂很繁琐，你大概1个小时只能做出来8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亲力亲为。是我发现台湾 tapas 的东西很多都是手工做，不然就是原装进口。全部都手工做，你们所有的菜都是手工做，全部都手工做，没有一道说是我们从哪里外面买来冷冻这样去热给客人吃的，没有，每一道菜都是我的手工，即使我们的酱汁都自己调。对，举例说我们有一个牛肉面，我只卖礼拜5跟礼拜6，然后那个牛骨汤要8个小时。那我刚刚吃的是素食的牛肉面，我觉得那个汤头真的也很棒哎。很久很久以前我吃过一次素牛肉面，然后我觉得对广大的素食民众来讲，那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就是为什么我做出来了？那当然主要是以茄汁为汤底，就是要番茄去熬，然后熬出来之后再加各种不一样的白萝卜、红萝卜，还有素料。其实那个素料我要从台湾进口，没有办法从这里买得到。等一下，你说你只在吃过一次我吃过那个味道，然后你有问老板怎么做吗？没有，你就只凭你自己的嘴巴吃，然后去把那味道做出来。我们店里的东西，不管鱿鱼跟大肠面线，全部都是我凭我自己吃，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也太夸张了吧？你知道吗？音准很准的叫绝对音感。那如果吃一次东西又做出来叫什么？绝对口感。绝对口感，这太强了吧？没有啦，就是爱吃。我有一次我就试做了一个东西，我做了那叫炒螺肉。我用什么东西来炒螺肉？螺？不是，我用了鸡胗，把它做成炒螺肉。没有一个人吃出那是鸡胗，啤酒，然后配上那个炒螺肉，你觉得你就是1秒钟到台湾的感觉。真的，小吃店开桑拿的味道。对，是这样子。曾经有那时候我刚开张，有时候没有客人嘛，然后有一桌客人坐在那边吃，然后另外一个醉汉就这样醉醺醺的进来了，然后他就坐在那边，我要一个汤。你说你要什么汤？我说那不然我想我现成的有大肠面线，就不放大肠，就只有那个红面线，然后我就贴了一个红面线给他。他说可是我没有钱。我说好，没关系，请你吃。然后他说我要辣油，我们辣油香嘛，他就加，不够要再更辣一点，我就又加2次3次，那这样怎么吃得下去？他吃很好吃，然后一边吃一边掉了整个桌子上全部都是那个大肠面那个红面线，然后后来吃完，然后大家就因为这个人就很醉，这样到处这样撒，这样大家就有点害怕，大家都不敢做，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个人怎么还不走啊？因为他吃了这个一碗小小的大肠面线，他吃了3个小时还不走，3个小时他还不走，我就说啊，对不起，我们中午休息时间到。那个人就说你骗我，怎么可能休息时间到了？你是怕我不付钱是不是？然后掏了一堆1千2千的从桌子上，然后我看他还是不走，我想说对不起，我现在正要关门了。然后他就走出去，然后说你是什么服务态度？然后这样走出去之后，我想说赶快来锁进去，我进去拿了钥匙，正要把门锁起来，他就推门进来，一起康咪咪的。哎呦天哪！谢谢，你要跟他讲谢谢，vielen Dank。我让他真的举起手来想要打我，你知道吗？真的哇！然后我手就架开，我准备说好吧，不然我们就打起来吧。然后我说对不起，请你出去，我们要关门了。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锁起来。好惊险！那他有没有回来过？没有再回来。所以他的 Nvidia 他是也有手机用了，至少是说到做到。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板，也谢谢你们来这边享用我们的台湾美食。那现在客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就赶快让老板去忙吧。好的，赶快推广我们的台湾美食。好，谢谢。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德勒斯登的话，也可以来这个台湾 Tapas 体验道地的台湾菜。如果还想知道更多我们在德国的生活，一定要订阅我们哦。那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哪些台湾味是你最怀念的。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有没有像跟老公合照？他这明六头就让我想到你。对啊，我是长跟他蛮像的啦，我承认。而且我现在这样头发剪一剪，从前面看现在有点像光头。我觉得像的部分应该是头发吧。闭嘴，拜拜。